绑匪一共有几个人？他们一共是有5个人，3个负责看管押送，2个负责接收赎金。虽然看管我的3个人已经死了，不过其余的2个人已经被我们收押了。你是怎么想到用牌局解困？小时候看爹用玩牌的法子分化了几路军阀，那个时候我就在旁边伺候着，看着看着就会了。无论大局也好，小局也罢，都是同样的道理。什么道理？2桃杀3士。你只知道自己在玩2桃杀3士，却没能看到别人也在玩2桃杀3士。燕云怎么会跟你在一起？他们认错人了。认错人？除掉你，不是他们的目的。除掉你们3兄弟，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。你以前在外面花天酒地，我可以不管。可是现在，你已经回到了这个家，你就该收起纨绔子弟那套做派。记住，凡事要以一家为主。是。这件事情来得突然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会有人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这手段虽然上不了台面，可是还真的将了我一军。爹，您老心里是不是有什么头绪啊？也跑不出那几个人。他们出手如此的阴险毒辣，想必一定是我们的老对手。我平生印象中，只有2个半人会这么做。一个是我的老朋友慕容晨，一个是傅荣才。半个嘛，现在已经消失了。能出此阴招的，想必只有傅荣才。江，哎，李大帅，您要是走这一步的话，那可是老帅对老帅，可是你死我亡啊！可这一次也没能撼动一家半点根基。一家他为什么厉害？是因为一家有后。我们对付1、2、1、3，最终还要面对老易。但是这次我们把1、3给除了，就是为了把老易给逼出来。这个老易，他就喜欢躲在幕后，让人捉不着摸不着。他就是要做云中之龙，让人难以琢磨。我就要这么一直逼下去，我就想看看这老易到底他会怎么着。就怕他又摆出一副让权给儿子们，什么都不管的架势，其实背地里搞些小动作。江，我一定会一直逼下去。他一定会着了咱们的道，最终就像这象棋，老帅着面。只可惜这次半途而废，功亏一篑。那可未必，因为我已经种下了种子，而且我会施上肥，浇上水，让这种子生根发芽，并且我种下的不光是1粒种子，我种下了很多的种子。
而我会让这所有的种子都生根发芽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真是一帮穷凶极恶的匪徒，好在有潘先生及时赶到，方能脱身。明天呢，我得去好好的感谢他一番。大哥，爹刚才没有告诉我那半个是怎么回事，我想知道那半个是谁。此事说来话长，这半个已不在人世。可是爹说他也算得上半个，能让爹如此顾忌的人物，想必也是一方枭雄吧？其实啊，他是咱们的六叔，易寿成。六叔？对。那个时候你年纪还小，一直和三娘住在外边，所以并不知情。六叔当年和范先生齐称江左双胆，一个文胆为江左运筹帷幄，一个武胆为江左平定四方。后来，六叔自觉杀人太多，杀孽太重，就自囚于后院当中，吃斋念佛。再后来，家中失火，他未能及时逃出，葬身于火海之中。也正是在那个时候，我骑马摔伤，摔断了腿，成了废人。可见，轮回报应一说，未必没有道理啊。大哥，那些都是陈年旧事了，往事就不要再提了。况且我们易家现在还是文武胆并存，大哥为易家出谋划策，二哥在战场上出生入死，我们易家还是铜墙铁壁，不容他人窥视。不过三弟，你也不要太过于谦虚。自小你学诗书礼仪比谁都快，打架摔跤你也从未输过。只是三娘去世之后，你性情大变，大哥知道，那都不是你的真性情。其实啊，你是一直在怪罪我娘她。大哥，你不要胡思乱想。大娘已经去世这么多年了，我怎么会怪罪于她老人家呢？况且我也是易家人，理当为大哥、二哥鞍前马后。现在大敌当前，我们兄弟三人应该团结起来，一致对外。好，你能这样想就好啊。不过，有一件事情，我还是想问一下。大哥，请问。你和燕云，真的只是巧遇？大哥，三弟对天发誓，我对二嫂绝无半点私心。二嫂对二哥也是情深意重。况且，他们二人的婚事是我师父亲自指定，你不应该怀疑的。那是大哥多虑了，三弟，你别放在心上啊。李广平，果然是你啊！你是阴魂不散呐，你啊！你骗了小桑，却又弃之不顾，你把他害得差点没死掉，你居然还有脸出现在这儿！你告诉我，你非要把他逼到万劫不复之地吗？我从来没有坑害过秦桑。如果当初不是你拦着，秦桑就不会有今天的不幸。不幸，不幸！如今一家上下对他是关爱有加，怎么是不幸呢？他是幸福。你看到的都是假象，是秦桑演给你看的。你想知道真相吗？那你现在就可以去见见秦桑，看看他到底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，是被人捧在手心，还是踩在脚底下？你是说，秦桑是为了骗我，
委屈自己。他告诉我，在他母亲临终前发下重誓，嫁给义连凯，保你重新回到朝野。桑儿，你怎么还这么倔呀？姑爷到底让你受了什么委屈啊？一声不响就要走。桑儿，说句话呀。朱妈，我就是把我爹送回去，顺便在家住几天。你急什么急啊？住几天？秋冬的衣服都收进去了。喂，朱妈，你先出去。回去。你拿着箱子要去哪儿？我要送我爹回去一段时间。你还是别去了。怎么？你还想拿我当幌子吗？你当幌子不是1天2天了，怎么今天不想当了？你是不是心里有我了？胡说！你欺骗不了我的眼睛。从你见到我的那一刻，喊我名字喊到声嘶力竭，这是骗不了我的。这些风流话，你还是留给二嫂和闵红玉听吧。我不听。你给我！我告诉你，我被绑架不是怕我丢掉性命，是怕我再也见不到你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说，你永远也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。你放开我！你居然把这个野男人引到家里来了，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！岳父，你不要怪秦桑，都是我们胡闹罢了。这样，你们进屋聊，我先走了。这就是你所谓的新式婚姻，这就是你追求的幸福和自由。你们夫妻离心，家庭不睦，这就是不忠。人前做戏，欺瞒父母，这就是不孝。这种不忠不孝，让我们秦家的脸面荡然无存呐！现如今你把那个野小子领进这个家门，你还知道廉耻2个字吗？爹一腔怒火，原来就是因为这个。那您想多了。现在住在易家的那个人不是厉望平，而是叫潘建池。我心里的那个厉望平已经死了。我不管他叫什么，这个人现在就在这家里呀。我说女儿，我们秦家虽然不是什么书香门第，但是也是诗书传家呀。你是我秦家子女，应该知道从一而终、男女有别的为父之道。爹，您要是要这么想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但是让他住进易家的那个人不是我，而是易连凯。胡说！易连凯怎么会认识他呢？当日在芝山，邓玉林托了我救他表哥潘建池。事后潘建池过来跟兰坡道谢，下山的时候正好遇到有人行刺，混乱中他救了兰坡，所以兰坡才把他留在身边当副官。当日，邓玉林托我救的那个人叫潘建池，所以他在我心中就只是潘建池。我不管他换什么名，这个人还是这个人吧？啊，你们俩毕竟是交往过吧？你说，
认识你们的人该怎么想？他怎么肯信你们一点瓜葛都没有呢？这一家上上下下多精明呢，你说你能骗得过谁？他们怎么想我不管，我只想过好我自己的生活。你的生活就是跟易连凯好好的过日子，你们并非无情啊！我不管你们当时结婚是什么形式，但是这夫妻嘛，时间一长了，总会有心意相通的那一天的。但是这小子在你身边，你的心思永远都不会放在易连凯身上。看你这么越陷越深，我倒不如……爹，你要干什么去？我要把这小子的身份告诉易家父子，断了你的后患。爹，我答应你，尽快让他离开。以后我一颗心都放在易连凯身上，好好的跟他过日子。孩子，话既然说出口，就得做得到啊，要不然就不能怪我了。妹妹，你们看那桑儿，他跟妹妹年轻时比，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。想当年，妹妹可是江左有名的美人，多少达官贵人踏破吴家门槛儿来求亲呐。妹妹谁也看不上啊，偏偏瞧中了秦后生。哎呀，说谁也比不了他。当然是比不上啊！靠着咱们吴家的势力，在政界混了一个席位。现在两院竞选，这角儿都还没出场呢，他倒闹了个贿选的新闻，就这本事，真是天下少有，难得一见呐。后生心性秉直，此次也是受奸人所害，事情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。我们也盼着有那么一天呐。他那个职位，有没有，倒也罢了。如今在牢里待着，实在是有损咱们吴家的颜面呐。秦夫人好。方先生，真是抱歉，那边有几位长辈，我带秦桑过去。你要玩得尽兴点儿。嗯。你到底有没有听我的话？只管找些花架子陪你跳舞。那位方公子家里是做绸缎生意的，虽然看起来家大业大，但是在这烽烟乱世里，这样的生意人家，就算门脸上再好看，手头上没点实权，就得一直仰人鼻息。纸糊的架子就算贴上金，也耐不住风吹雨打。你就算嫁过去，对咱们家也没什么用。你要记住，咱们要找的是有权势的，能救出你爹的人家。好，女儿谨记母亲的教诲，一定擦亮了眼，替自己找一个好买家，卖个好价钱。让开，让开！
让开！易少爷来了！易少爷，你这酒里有没有下毒啊？人家可拿了2个小时呢。桑儿，你看，这才是咱们要找的人家，有权有势又有钱。娘！妹妹，怎么样？你怎么样啊？你怎么了？这位夫人，你怎么样？来人，妹妹在，派我的车送这位夫人去医院。是。夫人，你怎么样？夫人，慢一点。妹妹，谢谢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我自然不如母亲心细如发，有谋有略。母亲这样的好手段，我可学不来。你就是这么跟母亲说话的吗？你既然心里明白，就去替我谢谢三公子。我不去。为什么不去？您要是想谢谢他，自然应该让一家之主登门拜访，说些漂亮的场面话。我这样过去，他能不明白什么意思吗？我就这样不知羞耻，巴巴的送上门去。那也要看送的是什么人。你当初难道没有巴巴的送过去？你以为打着爱情的名义就高尚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女人的名节在珍惜她的人那里是珍宝，不管怎么样都会维护你；在不懂得珍惜她的人那里，一文不值，只会毁了你。如今你父亲还在牢里，你难道想叫我一并去死？好再去拿被雷劈的兽像丢人现眼。好，多好啊！我的好母亲，我这就随了您的意，您就祈祷吧。秦小姐怎么会在这儿？昨天的事，我母亲让我过来谢谢你。我叫易连凯。咸平城里，谁不知道这个名字？那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？易公子舞会办得如此盛大，哪个人不想一睹易公子的风采？没想到昨天第一次见面，你就救了我的母亲。我母亲还在医院里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你的脚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近日跳舞跳的磨了脚。那你为什么这几天还要一直跳？那你为什么还要办舞会呢？喂，我送你啊。三公子他问了你的名字吗？他只说了他自己的名字，没有问我。这样就没什么希望了。幸好有义公馆的舞会，江左的名流都聚在那里。今晚的舞会不办了，你又何苦撑这个场面？我又不是拍广告的戏子，
天天这样换衣服。你懂什么？目前我们在那些达官显贵人眼里有什么筹码，人家看得一清二楚。你爹现在在牢里，我们这样苦撑着，难免被别人低看一头。来提亲的不是些芝麻小官，就是做生意的，有点家世背景的，竟是来讨姨太太的。我的女儿若真是做了姨太太，我还有什么脸面？你父亲还靠什么翻身？爹的罪名本来就是莫须有，迟早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。再说了，现在局势这么乱，这个官不做也罢。等到时候父亲出来，咱们就随他去乡间，不问世事，挺好的。你父亲糊涂，你也糊涂。要不是他中了那个傅荣才的奸计，咱们家何至于此？现如今，傅荣才走得一干二净，罪名都落在了你父亲的身上，要想脱身，哪有那么容易？你记住，我们家要翻身只能靠你，我们家要报仇还是只能靠你。好，我答应您，但是我为我们秦家报了仇，翻了身之后，也算是我报了您的养育之恩。以后我要做什么事情，也请您不要干涉。你只当是我为秦家打算，我难道就不为你打算？一个女人如果嫁得如意，今后事事如意；如果嫁得委屈，今后事事委屈。这个道理，你现在不懂，总有一天会懂。身为人母，我当然希望你永远不用懂后者。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好，但是在你逼走厉望平的那一天，我的心就已经是一潭死水了。是，我眼瞎，我看错人了，我认命。可是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什么幸福不幸福的事。你将我许给谁，我就嫁给谁。你可以说这些话，我做母亲的却不能这样做。眼下也没有什么好的人家，我们再撑上一段时间，好好打算吧。也许有一个人，今日连日跳舞磨破了脚。今天我去易家的时候，他顺便问了我一嘴。今天的舞会停办，应该也就是为了这个吧。听闻秦夫人的娘家是前朝中堂大人吴家，与我那学生的娘家还真是颇有一番渊源呢。秦氏寡闻，还望范先生指教。兰颇自幼丧母，她的生母是云家大小姐。啊，云家乃前朝鼎盛之家，怪不得易公子气度不凡。易家乃是新贵，原本是攀不上那些名门望族的。可是造化弄人呐，成就了这份渊源。范先生是易公子的师傅。嗨，说起来惭愧啊，云夫人早亡，连凯自幼丧母，未免让范某呢对他多一份偏袒。哎，可是误了他的前程啊。我一介妇人，不懂什么大道理，对别人的家事也没什么兴趣。但是我也晓得因材施教，做师傅的总是会为学生选一条最合适他的路去走。范先生能跑这一趟，可见对易公子用心之深呢。都说秦夫人动若观火，啊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心如明镜啊。既是如此，范先生有话不妨直说。我今天来，本来是受兰颇所托来向夫人提亲的，但是范某现在倒想请夫人回了这门亲事。两家并无婚约，范先生不必多此一举。秦夫人所谋，兰颇他不能不给。兰颇执拗，还请夫人能够阻拦他。
秦先生的事情，范某定当尽心。我秦家嫁女儿，自然是要挑一挑人品气质。范先生可以放心啊。来，请。易公子，我们家夫人让我告诉你，她已经回绝了秦氏，还是请你回去吧。请转告夫人，连凯呢是生意人，没有什么生意是谈不成的。只要夫人愿意坐下来谈，我一定给夫人一个满意的结果。请稍等。朱妈，外面怎么样了？易家三少爷走了没有？我娘怎么说的？哎呀，朱妈，你倒是说话呀！看把你急的，你娘还能害你不成啊？他们呀，连咱家大门都没有迈进来，哪见得着老夫人呀？易家三少爷那般威风，我娘怎么敢惹他呀？哎，我可没胡说啊！那易家三少爷带了好多礼呀，把咱秦家大门堵得严严实实的。可那老夫人呢，连面都没让他见，愣是把他给拦在门外了，还让管家传话说，让他回去吧。我就说嘛，我娘肯定舍不得我。伯母，听说你要跟我谈生意。伯母，兰坡想娶秦小姐为妻，还请伯母成全。我秦家嫁女儿，你来谈生意，这是怎么个说法？兰坡认为，谈生意自有谈生意的好处，可是，一桩生意能否谈得成，还要看买卖双方是否同意才行。今日伯母把我拦在了门外，是对兰坡有不满意的地方。只要伯母提出来，兰坡一定竭尽全力，让伯母得到满意的答复。易公子客气了，易家如今势大，我们无心攀附，也不愿伤了和气。论起来，易家到底是近20年才兴起来的新姓，算不上名门望族。伯母说的没错。这些年，三公子的名声在外，让我这个做母亲的不得不多想一想。您是混惯了风流场的人，今日对一个人生死相许，也许明日里就换了别人。我只怕您对小女的这份心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我膝下只有小桑一个女儿，也怕她心思单纯，错把您的风流当真心，为您伤心一辈子。伯母原来是因为此事而担忧啊。兰坡年少轻狂，不过如今到了该成家立业的年纪。我向伯母保证，这一生一世我只爱秦小姐一个人，绝不娶别人。这个呢，是我在法兰西金柜的钥匙，里面有兰坡这些年全部的积蓄，50万银洋和一些古董。我愿意把它交付于秦小姐，若他日有负于她，这个就当作是对秦小姐的补偿。女子不易，尤其是中国女子。讲了几千年的3从4德，若是嫁的丈夫不争气，不仅生活不如意，更不知要受多少别人的嫌弃。兰坡明白伯母的意思。兰坡虽然不才，几处产业也比不上豪商巨贾，不过宾客云集，还算是给兰坡几分薄面。如果伯母愿意让秦小姐嫁给我，我一定给她世人仰望的骄傲。世人仰望的骄傲，你可知
你这句话的分量。兰坡说到做到。娘，他回去了吗？回去了。我就知道娘你舍不得我，您放心吧，爹的事咱们一定有办法的。他回去是因为我答应了他。为什么？我原是担心这人风流惯了，对你不好，那样的名声让做妻子的无端受人轻视。没想到我挡了他这么长时间，他不但不恼，还来向我请教。一家势大，他若用强，我自然挡不住他。如此看来，他虽背了个纨绔的名声，但到底是大家里出来的。若论洞察人心、风度气质，都是上乘的。女子嫁人该看什么，不该看什么，大抵是过了一辈子才悟出来的。现如今，我就算是违了你的意，也不能眼看着你日后心酸落泪。易家家世显赫，放眼江左无人能及。若我嫁给他，可以帮父亲重返政坛，也可以让您在吴家抬得起头。就算那个易连凯是个地狱恶魔，这笔买卖您也不亏。桑儿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怨气，以为我一心只为秦家打算，坏了你的姻缘。可是你仔细想想，妈也是一样的路走过来。当年我不顾一切嫁给了你爹，感情上也是情真意切。但是为了撑起这个门面，费尽了心思不说，夫妻间又生了多少嫌隙。妈不愿你走我的老路，是希望能在活着的时候，看到你能有个好的前程，日后不会吃苦。娘，我答应您，我嫁给他。但是我就是想问您一个问题：您的病到底是真是假？你竟以为我是在骗你？娘，娘，娘，都是我不好。我答应您，我嫁给他。小嫂，易家少爷前来吊唁，你回避一下吧。易少爷，多谢你出手相救啊！伯父言重了。小桑，
对不起，让你等了这么久。你我之间不必这样。父亲为奸人傅荣才所害，我答应了母亲，要把他找出来。果真如此。